你平时会经常给别人点赞吗？有时候小小的一个赞也可能为你引来杀身之祸。此次柯南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离谱的案子，犯人利用点赞竟然完成了一场完美犯罪，甚至连柯南也没找到证明此人是凶手的证据。1天前，银行接到一通电话，电话另一头的小黑称自己在银行安装了炸弹，并且马上就会爆炸，柜员当即疏散人群逃离现场。然而当众人逃出时，却不小心撞上了门口的元太，好在刚刚路过的小乐及时将元太救下，才勉强躲过一劫。随后两人住进了同一间病房，然而这间病房中的所有人都是此次袭击的受害者。不过该说不说的，孩子都快领盒饭了，爹妈怎么也不来看看？我懂了，忙着钻研怎么经商去了是吧？此时，小乐的朋友大黑与花姐前来探望。然而，大黑看到小乐的伤势，第一件事竟是先掏出手机拍下小乐的惨相，发个动态。何なんだこの人たち。巻き添え被害に遭って怪我させられたってのに。之后，众人在交谈中得知，原来小乐是个纯的大冤种，在1周前独自爬山时，被施工时爆炸的哑炮直接爆头，但也因祸得福，施工方当即便给了冤种一大笔赔偿金。而大黑听闻此事后，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，第2天直接带着小乐来到了施工点，拍下了小乐的惨相。不出所料，第2天照片便获得了100万点赞。此刻，柯南注意到大黑账号的昵称叫阿离，突然隔壁床的刚叔听闻此名异常震惊，柯南当即便察觉出此事好像另有隐情，于是赶忙去找护士。查出了刚叔的家庭住址，然而就在元太出院后的第2天，刚叔竟然离奇死在了公园。这是一场由点赞引发的离奇血案。死者刚叔因为自己的视频点赞量总是会低于一个网名叫阿离的人，于是决定跟踪阿离动态中的大冤种，希望在冤种遇到倒霉事儿的时候，自己能够抢先一步发布动态。然而在跟踪路过银行时，却恰巧碰到了因为被炸弹威胁而冲出银行的人群，于是受伤的刚叔与冤种直接被一起送到了医院。但是就在出院后的第2天，刚叔就在公园被人杀害了。此时光彦联想到了昨天的爆炸案与今天的杀人案，于是推理出凶手应该就是冤种，因为冤种曾经因为倒霉获得过工地的赔偿金，所以此次的爆炸案极有可能是冤种向银行打的恐吓电话，再假装成刚刚路过，借此榨取银行的赔偿金。但是这一幕却正好被跟踪冤种的刚叔撞见，于是刚叔借此向冤种进行勒索，情急之下，冤种便直接抄起石头在刚叔头上暴扣。在听了光彦的一番推理后，柯南此次竟然十分认同。その推理は脅迫電話を入れたのが神楽さんだと仮定してのものだ。証拠っつうけどよ、なもんなくてもこの俺が締め上げて自白させてやろう。ちょっとどうしましょう，コナン君。此刻白给团前来拷打冤种，但他却矢口否认自己犯了凶案。此时柯南在手机上看到了大黑昨天发的动态，突然柯南瞳孔一震，他已经明白了犯人的手法与动机。画面一转，柯南直接找到了昨天与大黑一起看望冤种的花姐。でも劇団の人たちがそんな風なことを。もともと私役者としての神楽さんのファンだったんだ。それで一緒に芝居がしたくて。あ。まあ2人の方が彼女のことをどう思ってるかは。でもそれが。此时柯南回到案发地点寻找证据，下一秒高木接到一通电话，称自己昨天目击了冤种从刚叔的被害地点慌忙逃离。突然一个恐怖的想法在柯南脑中炸开，犯人的作案计划还远远没有结束。犯人竟然只用点赞便完成了一场完美犯罪。如果柯南赶到的时间再晚1秒，那么自己将永远没有证据逮捕犯人。当柯南从高木口中得知案发当晚有人目击冤种逃离案发现场后，柯南瞬间便明白了犯人的最终目的，那高达100万的点赞量只是犯人完美犯罪计划中的一环而已。下一秒，柯南撞开了冤种家的房门，还好赶上了。此时冤种与大黑正准备喝酒庆祝出院，然而柯南却走上前将2人的酒杯调换，瞬间大黑脸色大变。此时柯南道出了真相，原来昨天冤种被人群撞倒其实并不是巧合，而是大黑有意设计。大黑早便在冤种口中得知自己将会去银行，于是早的埋伏在电话亭，待其路过时，大黑便谎称银行有炸弹，利用冲出的人群撞伤冤种。平时大黑获得大量点赞的动态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冤种虽然倒霉，但从这些事件中也可以获得大量的赔偿金。大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误导众人，让众人以为冤种是为了赔偿金自导自演了这场戏。原本大黑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但是在拨打恐吓电话的时候，却正巧被跟踪冤种的刚叔撞见。为了以绝后患，于是直接将刚叔杀害。然而至此，大黑的计划才仅实施了一半。其实向警方打电话举报冤种的目击者也是大黑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在2人喝酒时给冤种下毒，将其毒死，然后再
在警方到来时再将其伪造成畏罪自杀。至此，银行恐吓案与凶杀案的罪名便可以完美嫁祸在死去的冤种身上。好在柯南及时赶到，才阻止了冤种喝下毒酒，否则就真的是死无对证了。本案的唯一证据便是桌上那杯冤种没有喝下的酒，证据确凿，犯人下跪。原来大黑之所以下杀手，是因为自己喜欢花姐，但花姐却一直崇拜冤种，于是大黑便想让其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大人にはいろいろあるってことじゃな。どうしたんですか、元太くん。見舞い金っていくらもらえるんだろう。何を100杯はいけるよな。